凡是一个快乐要经过追求的，就一定有过失。因为你要追求，就有得失的问题了。追求的过程就必须产生竞争跟对立，就有成败得失的问题。娑婆世界的快乐很容易带动我们的欲望，我们会有一种更多的追求。所以我们看人世间没有一个人是满足的，他有的更好的房子，他说你应该满足了吗？不对，他只满足了几年，3年后5年后他会看到更好的房子。所以娑婆世界的快乐来自于它会刺激你的欲望，贪欲，而这是一个无底洞啊，诸位。我们必须要对净土有所了解。那么大方向我们在学习净土的时候你要分成2块在弥陀要解分2个，第一个安乐道，一个解脱道。第一个，你要学习净土让你快乐的这一块。比方说，净土的身心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到了极乐世界，你没有痛苦的感受，它所有的环境都是如意的你眼睛看到的色尘，耳根听到的音乐，你所接触的人都没有一种伤害性的逼迫性的痛苦的感受给你的那当然这个地方经典讲很多，我们就不再论述了。总而言之，它的色身也没有病痛当然净土它呢，他的饮食也不要经过追求，他失时得时，失一得一，你不用去工作，把你宝贵的8个小时换取你的衣食，浪费很多的精神体力所以你可以从安乐道里面，你可以规划出极乐世界的快乐它的重点在于自然的。凡是一个快乐要经过追求的，就一定有过失。因为你要追求，就有得失的问题了。娑婆世界的快乐问题为什么这么复杂？因为它必须要追求，追求的过程就必须产生竞争跟对立，就有成败得失的问题所以极乐世界的快乐它最殊胜来自于它是自然的给你一种快乐，那是弥陀本愿的摄受。所以我们对净土的了解，第一个是一个安乐的国土，这第一个。第二个，极乐世界是一种清净的国土。娑婆世界的快乐很容易带动我们的欲望，我们会有一种更多的追求。所以我们看人世间没有一个人是满足的，他有的更好的房子，他说你应该满足了吗？不对，他只满足了几年，3年后5年后他会看到更好的房子。所以娑婆世界的快乐来自于它会刺激你的欲望，贪欲，而这是一个无底洞啊，诸位。极乐世界的快乐它不会带动你的欲望，它会让你自然接生，念佛念法念成自性，因为它不是业感的，它是弥陀本愿摄受的。所以极乐世界的快乐是没有过失的快乐，娑婆世界的快乐是有过失，你要付出代价的。其实从佛教的因缘观福报大的人比福报小的人更容易造业的，要小心了。你今生的福报你弄得不好你要付出来生痛苦的代价，因为你比一般人容易造业。因为你的业力善业给你快乐的时候，它同时刺激你的烦恼，除非你很有定力那么我们要说什么？就是说我们对极乐世界的了解，第一个它是安乐的，第二个它是解脱清净的。所以你在这安乐的环境当中，你不会产生放逸的烦恼
所以我们透过唯识的一种思想的名言啊，我们可以重新对于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一种正确的了解啊，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个就是唯识强调的，善用你的名言啊，你用什么样的思想，你的思考模式很重要，你往哪一个方向思考，你就带动你的不同人生啊。所以从净土中的正确思考就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是第一个思考。